好消息来了，朋友告诉你，我通过考试了，我找到工作了，我要去中国旅游了。你怎么回答？不要什么都说很好。中文里面你可以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今天我们学这个 Chinese chunk，但是不只学太好了，你还学几个很接近、很常用的短句。很好，不错，真好。他们都可以回答好消息，但是感觉不完全一样。今天有一个新的练习方法，我们教是反应阶梯 （reaction ladder），step by step，一步一步。好的，同一个好消息，四个反应，不错，很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这样你的中文不止很正确，也是很自然。最后还有一个 bonus， 再学几个比较现代、比较口语的中文短句。有些初学者课本不会教，但是在真正的中文里面，你常常会听到的。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的短句。我们学了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用急，不着急，慢一点，一步一步来。再早一点，上一次我们学了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事，不要紧，没问题。我们的口号是很简单，学会声音，学会短句，今天就用。今天最重要的短句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听到好消息，你可以说太好了。别人告诉你他成功了，你可以说太好了。你问朋友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朋友说没问题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太好了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如果我说，我通过考试了，你说太好了。现在我们看很好。老师听你说中文，你问老师，老师，我说对了吗？老师说很好，很好，比较直接，也比较正式一点。现在再加一个很自然的说法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字面上是 not wrong，但是中文里面常常是 pretty good，not bad，pretty good。朋友说，今天我学了一个新的中文短句，你说不错，不错的感觉比较平静。如果朋友说，我今天学了20个中文短句，你可以更开心的回答，太好了，你学了20个中文短句。现在我们加上第四个，一个很温柔的说法，真好，真好。朋友说，我今天不累了，你说真好。朋友说，今天我不紧张了，你说真好。真好常常是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反应阶梯。现在我们做今天的新练习，
反应阶梯。老师问你今天怎么样？你说我今天通过考试了。老师可以说不错，或者很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你听到了吗？意思是好，但是感觉不一样。不错，很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不错比较平静，很好比较直接，真好比较温暖，太好了最开心。现在我们把这些短句放在小故事。一，朋友说：“哎，我通过考试了。”你替他高兴，你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二，朋友说：“我找到工作了。”你说：“真好。”三，你说了一句中文，你问老师：“老师，我说对了吗？”老师说：“很好。”你说：“谢谢老师。”很好，比较直接，比较正式一点。第四，朋友说：我今天学了一个新的中文短句。”你平静地说：不错啊。”但是如果朋友说：我今天学了20个新的短句，你会平静地说：不错吗？你会更开心地说：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学了20个中文短句。第五，朋友说：我要去中国。你说：太好了。也可以说：真好。你可以去找我。现在你回答，不要想英文，听中文，回答中文。我说：我通过考试了。你说：学生对老师说：哎呀，我说的对了吗？老师说：我说：今天我学了一个新的中文短句。你说：我说：哎呀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你说：现在再做一次反应阶梯。我说：我要去中国了。你可以说：不错啊，很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要看心情，也看情况，你自己选一个说出来。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学中文的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一起学声音，学短句，学真正能用的中文。现在是我答应的 bonus。我们再学几个比较现代、比较口语的中文短句。有些初学者课本不会教，但是在真正的中文里面，你常常会听到。很棒，真棒，太棒了。他们都是表示很厉害，非常非常好，做得很好。比如，朋友说：我跑步比赛得第一名。你可以说：很棒，或者真棒，或者太棒了，3个都可以，只是感觉越来越强。很棒，真棒，太棒了。还有2个青年人常说的短句：牛，真牛。这个牛呢，不是 cow，不是牛奶的牛。在中文口语里面，牛的意思是很厉害，
很棒。比如，朋友说：“哎，我中文考试考了100分。”你可以说：“哎，牛！”或者“真牛！”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说：“牛，真牛！”今天的 bonus 学了，很棒，真棒，太棒了，牛，真牛。以后这么说，你就听得懂了。现在我们再复习一次。你听到好消息，你可以说太好了。老师直接表扬你的时候，可以说很好。别人做的不错，你也可以说不错。听到一件温暖的好事，你可以说真好。学中文不要急，一句一句学，学会声音，学会短句，今天就用。在评论区写一个很短的中文短句，用太好了或者不错，很简单。我通过考试了，太好了，或者今天学了一个新的中文短句啊，不错，学了20个中文短句，太棒了，牛，真牛。我会看你的中文。下次我们学另一个非常有用的中文短句 Chinese chunk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下次我们会学一个新的中文短句。听到朋友说好消息，你也可以说真的吗？太棒了。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也可以说真的吗？好了，下次见。真的吗？